我是君令，这是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这期影片要借着大家朗朗上口的唐诗，带领大家领略文字的美。我们会一个一个讲解跟范写唐诗内的字词，让大家在看完影片后也能够写出美丽的字哦。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教学方式，觉得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于你学习写字很有帮助，那么请你赶快帮我按个赞，并且在留言栏中回馈我喜欢这样子的教学方式。明白了大家的想法，那么君令之后可能就会多拍摄类似这样子的影片，教大家如何写出美丽的字词咯。登鹳雀楼这一首诗有25个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25个字各有各的书写技巧，那这等一下我们会谈。我们先来了解，当许多字写在格子里的时候，必须先注意哪些细节。首先从大小原则开始谈起。一般我们会建议在书写时尽量字体要符合8分满的原则。以中间黄河入海流的这个黄字而言，它字体书写的大小就大概是8分满的感觉。可是呢，像隔壁的白字，这个白字笔画特别的少，它书写的大小就会比较小，而不会像隔壁的黄字一样那么大。这就是我们书写上的大小配置原则。笔画少的字，我们尽量要写小；笔画多的字，可以写正常的大小，也就是8分满。如果不根据大小原则去调整，那我们来看看字会变成什么样子。白这个字，如果一样把它写到像8分满的大小，没有把这个白字缩小的话，我们的白就会变得相当的巨大哦。好，那看白字甚至跟黄河的黄字一样大了，这样子2个字一起放到文章段落里的话，就会显得白这个字特别的大，整个看起来就会很不协调。那如果黄字我们不写到8分满，硬要把黄字写小的话，黄字书写上就会产生一种全部挤在一起的感觉。所以适当的大小配置很重要。所以写进文章段落里，字与字之间开始有连结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大小配置原则的调整咯。白字、日字、山字、入字，这些笔画少的字都写得太大了，所以我们在句子中会显得特别的突兀，感觉它们特别的大。我现在框出来给大家看，会觉得它们特别的巨大。而这些笔画多的字看起来就会比较小些，这是我们视觉上面的效果。因此笔画多的字我们可以写正常的8分满，可是笔画少的字我们就要写小些，看起来才会每一个字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也就是大小配置原则。再来跟大家聊聊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句子中制造出行气。所谓的行气要怎么制造呢？只要把字能够对齐着写，那么行气就出现咯。我们先来看到白日依山尽，这看起来是对齐的。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直行的部分大致上都有做到对齐，所以直行的部分看起来就有股行气。那我们再看横向的部分，横向的部分呢，字也大致上是对齐的，没有所谓的上上下下。我们在书写时只要处理好一个部分，在行气的部分就可以做得不错，这个部分叫做至中。来继续进行至中的原则说明咯。至中顾名思义就是把字体放在格子的正中间，所以在我们的天地左右各会留下一块的空间。像画面上所示范的这个尽字就做到了至中。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几个尽咯。第一个尽，它的起笔位置太靠左侧，所以它的整个尽字就会偏向左侧。在我们的右方跟下方都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接下来这个尽太靠上方，所以呢，在它的下方就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这个尽字太靠下方，所以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上方。而这个尽字则太靠右方，
所以它的其他部分空间都非常的大，自己的格子里都没有办法做到置中，那么我们写进字里行间就会显得你的字上上下下非常的不整齐哦。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的白日依山尽跟黄河入海流这两行字，会发现在阅读视觉的效果上，黄河入海流它就有出现行气，因为基本上它都帮字抓在字中的位置了。可是当你看到白日依山尽这样子上上下下的排列的时候，白偏上了，日偏下了，山也偏下了，只有一这个字还在字中的位置，而尽这个字呢又太靠左侧了，所以当我们眼睛视觉上看起来这一行字就会是歪歪扭扭的，就没有所谓的行气咯。所以当大家能够注意到置中这个原则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字应该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配置上面又更进阶一步的处理了。接着我们再从字体的细部书写跟大家做说明，让大家看完这集影片之后也能够复制影片中所教写的字体，让自己写出一手美字，更快的提升自己写字的信心哦。先来暂停一下，你按赞了吗？如果还没按赞，赶紧帮我按个赞吧。另外，喜欢这样的教学方法吗？如果喜欢，请在留言栏处回馈我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这样子君令就会多拍摄类似的影片咯。先教大家写白这个字，白字要写小，在字里行间才会显得协调。我们首先写撇画咯。撇画怎么写呢？先按再撇出，这样子按的部分会有一个起笔，撇出之后会细细的往下收哦。接着再写竖画，然后横压一下折，这个竖画会写得略长，因为等一下我们的横画封笔的时候会略微让竖画这边留下一点点突出的部分哦。好，白字示范完毕，我们再写日字咯。日字跟白字书写原则差不多，把它的空间抓小一点，让它跟其他的字的大小不会差太多。好，竖横折，横。好，再来范写一，先下撇画，一个起笔，然后撇出，中间的部分写下竖画。刚刚撇画的起笔位置要稍微留意，靠左侧一点下撇画，如果万一靠得太向右侧，那我们的整个字就会偏移到右侧咯。再来要下点画咯，点画记得起头小，然后再往下重压，然后下横画。横画我们把它分成一半，在一半的偏左侧一点就是我们撇的起头。撇画我们也把它分成一半，在撇画中间的部分就是我们竖挑的起点。好，竖挑的挑勾出的部分如果延伸一条线，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撇画不要跟这条线在同一个位置，所以稍微上方一点下撇，这样我们的笔画会比较错落有致。然后最后下一个捺画。好，我们的捺画会比我们的竖挑稍微高一点，这样会有一个微笑曲线的形成哦。好，一字示范完毕，那我们接下来示范山这个字。山字在中线处先下竖画，让整个山字字中，然后再下竖折，竖折的地方稍微往内缩一点，折的部分横画为上扬，接着再下竖画咯。然后我们再看进这个字咯，进这个字它有非常多的横向笔画，那我今天会选择第一笔的横向笔画拉长作为主笔哦。好，所以我们先下横折，接着再下第一笔拉长变主笔，所以要让它长一点，再下横画，接着我们再下竖画、横画。那我们刚刚已经选择了让这一笔拉长变成横向的主笔，4点也算是横向笔画的一种，所以4点也缩短处理。抿部
在书写时要注意中间的竖向的空间也要均尖，接着再下一笔的横画，这一笔的横画也要缩短处理哦，这样才能凸显我们的第一笔的横画咯。好，所以各项笔画处理完毕之后，我们镜字就会很好看了。百日依山尽5个字分享完毕了，喜欢君令这样子的分享方式吗？来做个线上调查吧，请大家在留言栏中帮我回馈一下。如果你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分享方式，请给我5颗星。如果你觉得还蛮喜欢的，请给我4颗星。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请给我3颗星。如果你觉得尚可，请给我2颗星。如果你觉得不太喜欢，请给我1颗星。请大家多多留言回馈，陪伴这个频道一起成长。喜欢这则影片吧，记得赶快帮我按个赞哦！订阅这个频道就等于可以每个礼拜免费接收1堂硬笔书法的课程。我们下次见，不见不散哦！拜拜。